好，接下來特別關心到的塞爾維亞的戰機哦，這個掛了中國的飛彈，震撼了歐洲。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 CM400這個航母殺手進入到了巴爾幹地區，敲開了整體的歐洲市場。我們先來看到是最新消息，這是來自於歐洲的軍事格局，現在有了重要的一個變化。巴爾幹半島傳出的震撼消息，也就是塞爾維亞的空軍，它的這個米格29呢，已經開始正式掛載中國的反艦飛彈 CM400這一款飛彈了 ，CM400AKG 這一款飛彈，那主要就是當初呢，它做了一個大規模的戰機系統的一個整合，透過整合系統，就讓這個俄制的戰機可以直接使用中國制的這一款飛彈。好，稍微來看一下這一款飛彈的小檔案，最高速度4到5馬赫，最大射程達到了240公里，用途主要就是用在反艦，還有精準對地的攻擊，還有高速的突防，再來就是它的戰術用途了。它可以做高速的突防，末端機動牆，並且突破多層的防空系統。所以呢，西方是這樣稱它，叫做小型的航母殺手啊。塞爾維亞成功將中國的這款反艦飛彈整合到米格29戰機裡面，對於周邊的軍事的格局有多大的影響？還有可以為它的空軍戰力帶來多大的改變？將軍怎麼看？CM400哈這款飛彈曾經在這個以巴這個印度跟巴基斯坦那場戰爭，去年5月份那場戰爭裡面哈，這個摧毀掉巴基斯坦用這款飛彈哈摧毀了印度的 S400的防空導彈哈，那是俄羅斯的 S400。我們還記得那個相片嘛？就莫迪去試導那個陣地，他說沒有被打掉，但是傳說中他就被打掉。為什麼 CM400可以打到它？因為它的彈頭可以很多種哈，它可以這個傳統的高爆彈藥，也可以穿甲彈。打軍艦來講的話，用穿甲彈哈，這個打一般目標的話，可以用高爆彈。當然，它還可以裝什麼？裝反輻射導彈，也就是說，你的防空雷達對我打出雷達信號來講的話，我這個反輻射這個導彈，我就可以順着這個雷達波回頭過去哈，順着雷達波將你這個雷達陣地摧毀掉。所以這款導彈哈，如果說是在巴爾幹半島，那確實是數一數二的啦。大概巴爾幹半島現在軍武力量大概沒有那麼強哈。那一般這個武器出口哈，這個各個國家武器出口都是飛機跟導彈都是一體系列的。我舉我們台灣為例，我們台灣來講的話，我們 F16戰機，可是我們自己台灣為什麼我們經國號戰機，我們要特別為自己設計一個天劍的這種空導彈哈，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掛美國的這個響尾蛇導彈吶，響尾蛇導彈不能掛在我們經國號，我們的天劍導彈也不能掛在這個美軍的 F16戰機上面，彼此是不相容的。所以當中國可以將它的這製造的反艦這個導彈 CM400哈掛在老舊的米格29啊，它確實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為它整個界面，而且這個老舊戰機，你事實上我覺得它不是整合的問題，它是單獨一套系統，讓這顆導彈可以在平板上面就直接可以發射出去，而不動用到米格29，不管是硬體或軟體都不動用到，這確實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好，那委員又怎麼看呢？現在為什麼塞爾維亞要買 CM400 裝在米格29？它本來是裝在梟龍戰機上面的。第一個，塞爾維亞有靠海嗎？沒有。對，那這個是專門的反艦導彈，不是打陸地的。那所以他幹嘛？他想要控制亞得里亞海。那為什麼想要控制亞得里亞海？因為他為了科索沃問題，一直跟阿爾什麼巴尼亞是不是哈沒搞好？那阿爾巴尼亞就是靠近亞得里亞海。好，所以我覺得他的戰略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去在亞得里亞海跟這個巴尼亞哈形成一個戰略均衡的局面，所以他才需要有這一款武器。因為科索沃是靠這個阿爾巴尼亞去支持的啊，那阿爾巴尼亞的海岸這邊，那有趣的是阿爾巴尼亞跟塞爾維亞跟中國都還不錯，因為以前哦這個275-8號決議案哈，這個周恩來還是誰啊說是兩個阿把我們抬進去了哈，一個就是阿爾巴尼亞哈，所以這個局面就是戰略上就有點的複雜。第一個，中國只賣給巴基斯坦跟他哦，跟塞爾維亞，沒有賣給任何人哦，而且它是一個很不錯的反艦導彈。不過打航母是有點的誇張了，但打一般的這個軍艦是沒有問題了哈，因為
航母的那防護網比較周密嘛哈，那你米格29要飛得靠近也不太容易哈，這個可能要靠那個殲16以上的戰機啊，去裝那個鷹擊21也比較實際一點哈，但是它的確是打300公里內能夠有效。那為什麼打300公里？因為它的國界啊，離亞得里亞海哦，剛好是150公里，所以這個計劃就很清楚了。好，這個是第一款武器，也就是塞爾維亞特別融合中國大陸的武器。那第二款，我們等一下請賴老師來看的，這個是 LS6，它是什麼呢？它是一款精準導引炸彈，能夠進行遠距離的滑翔打擊。為什麼要來整合中國武器？賴老師要怎麼看？我覺得道理很簡單啊，中國跟南斯拉夫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啊，這是很多年的歷史。我們看到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啊，這個事實上對中國大陸來說永遠不會記得，不會忘記啊這個歷史的教訓，而且也不會忘記是北約怎麼把中國大陸這違反聯合國的公約維也納公約啊，大使館不能炸，他們炸了啊。所以中國跟塞爾維亞，因為之後南斯拉夫後來就分裂嘛啊，那麼這邊就叫做塞爾維亞，一個叫科索沃。大陸跟塞爾維亞就結成非常緊密的一個關係，這個緊密的關係是包括武器的合作在裡面。前段時間塞爾維亞北約跟美國又想要去侵犯塞爾維亞，想用空炸的方法再度的複製他們以前對塞爾維亞的空炸的方式，逼得塞爾維亞完全服從於北約的領導啊。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就用這個運20，把它的這個紅旗的導彈都運到塞爾維亞。那因為這些紅旗導彈是有效的防空制導武器啊，所以構成了北約、美國不敢對塞爾維亞動手。現在我們看到的，把這樣的一個空對地、空對海、空對艦的這個導彈賣過去，把滑翔彈賣過去的話，而且中國大陸本身是有效的能夠整合這些米格的武器，最主要是因為大陸對米格、對蘇凱都很熟悉。所以對於它的這個掛彈的作戰性能很熟悉。那中國大陸本來在製造國防科技工業的時候就沒有採用排他性的，是採用的是相容性。你看，不管是北斗，中國並沒有排這個 GPS， 可以跟 GPS 相容，也可以跟歐洲的伽利略計劃相容。那你看中國的鴻蒙也是可以跟各種手機搭配，不像美國的這個蘋果是排他性的，而中國是採用相容性的。這種相容性的武器會讓中國大陸更有效的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個人覺得，以現在的中國跟這個塞爾維亞的軍事合作關係，就顯示出塞爾維亞對中國的依賴就會越來越重。那中國在南歐的影響力就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在。所以我們看到塞爾維亞其實就這些年來都早就已經開始採購中國大陸的武器。那除了剛剛賴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的紅旗系列之外，還包括這個無人機，像是翼龍等等哦。那塞爾維亞會不會成為接下來中國武器打入中東歐的一個重要敲門磚？老師要怎麼看？這當然了。第一點，中國的武器便宜，中國的武器精良，而且還很多經過的測試。你看，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戰。那第二個，剛才廖老師講了，中國武器發展的系統，它的包容性夠。那如果你原來用蘇聯或者是俄羅斯的這個系統，其實你這個去混搭中國的武器，其實是做得到的，而且可以去調製出來。那是第二點。那第三個就是，大概除了很少數的美國很緊密的軍事盟邦之外，他們不會在軍事武器上去跟你做排他性的這種使用。就我用美式系統，我就不可能用這個中式的系統。你在歐洲的部分地區，你更不要說離開了歐洲之外，非洲或其他地方，那中國的系統可能現在比美系的這些軍武要更為有用了哈。尤其美系現在一直交不出貨哈，我們台灣就是受難者之一嘛，對不對？所以如果是在歐洲地區的話，雖然它有些國家是北約的承盟哈，但是它自己本身的軍武是自己掌控。舉例，像是匈牙利、斯洛伐克，會不會是接下來可能在部分的武器上去整合使用中國的武器的呢？我覺得可能性很高哦。那現在看到另外就是西班牙这一陣子跟美國鬧翻了，然後呢，他又去引進了中國的高鐵啊，很多這些太陽能板吶，電池系統進入到整個西班牙的工業裡面，會不會從工業經濟到軍武？那這些他們可能都會去考慮。如果到達這個程度，形成一個網絡、一個系統的話，
其實那這整個軍武代表的就是軍事力量、外交力量的延伸，它是比經濟、貿易、科技可能是更深層的。所以一旦打到這個系統進去的時候呢，我覺得中國的影響力就會更為明顯，所以才會這麼關注說，為什麼中國的軍武只有這幾個點？當這個點變成一個網絡的時候，前面幾個因素。